YouTuber 露露露，今天终于要来介绍常驻池里和小保底金光会给你来个惊喜的5星奶妈七七啦。七七也是露露当初游玩原神的首抽开局角色，因此这次来介绍七七的时候还真是有种怀念的感觉啊。不过也因为七七主要是奶妈的定位，在 2.3 版本之前常常都会是大多数玩家很害怕歪道的角色之一。这次露露也顺势借着这次改版新增的奶妈专用圣遗物海染砗磲真奶套来好好介绍一下七七这名角色。想要知道七七的角色定位、天赋与命座分析以及相关的武器、圣遗物和组队搭配，就接着看接下来的影片内容吧。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七七是5星冰属单手剑角色，为完全的奶妈，也就是真奶的定位。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治疗加成，在星海还没有出来争夺真奶妈地位之前，七七的治疗量是全角色中最高的，跟甚至有溢出的状态，也有移动式7天神上的称号。只要触发贴符的效果的话，通常是很难死的。新手前期抽到七七的话，可以让你有效安稳度过一些生存比较困难的环境。不过也因为七七技能组完全都是纯奶妈的设计，不论是普攻命中、EQ 技能，甚至是被动天赋，都是关系到回血的设计。一技能也不会产生元素为例，整体技能冷却时间又长，大招能量也需要高达80点。因此七七除了奶之外，能提供给队伍的功能性并不强，主要能提供的功能性为频率不高的挂弱兵，可以用来搭配雷元素做超导。若是要用来破盾的话，并不实用，或是放在队伍中的奶妈位。另外就是用来凑双兵共鸣的位置。不过在 2.3 版本的真奶套出来之后，纯奶型的角色都得到了另类的提升，七七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更甚至在队伍中的定位可以由奶妈兼任副 C 的程度，搭配受肌肉兽这类流血狗的怪物和副本出来之后，大世界探索、神经螺旋和多人联机时也增加了七七的出场率。七七的普攻是5段的剑级，普攻的攻速算是游戏中单手剑角色中数1数2快的，只是倍率不高，但重击的倍率倒是还不错，也比较容易触发被动。因此若是想要用七七战场奶或输出的话，也建议可以多用重击的方式来触发被动御签偶开，或是增加回血量。一技能释放后会产生一颗围绕在角色身边的鬼差球体，平均每隔3秒替当前角色回复血量。七七在一技能状态时的普攻和重击命中敌人时，也会替全体队员回血，回复量基于七七的攻击力，持续时长15秒。在这段期间预计可以回复5次血量，其中鬼差会正转1次又反转1次，这中间也会有2次的冰元素伤害。虽然倍率不高，但可以作为挂冰的效果。若是用来破雷锤的盾，大约只能破1/4。或是想用祭礼剑高频触发一技能来破盾的话，也是不行的哦，有触发元素反应 CD 的问题，并且影响范围也很小，因此这招用来破盾的效益其实不大。不过这招的回血量就非常充沛，移动7天神像的名称也是从这招技能而来的。Q 大招释放后，除了造成范围的冰元素伤害外，还会替附近的敌人上符，持续时间15秒。被上符的敌人身上会有印记来辨认，若是敌人处在被上符的情况下受到攻击时，都会替造成伤害的角色回复血量，其治疗量也是基于七七的攻击力。释放完这招后的七七可以切人上场，虽然这招不像是芭芭拉或琴的大招是瞬间拉血，但只要攻击有符咒的敌人所恢复的血量也是十分足够。只是因为大招需要80点元素能量，因此在使用时要注意使用时机，不要一有就开，而是看准角色血量可能低于50%以下再使用。而虽然开大当下会有冰元素伤害，但伤害量和破盾量也是十分感人，因此主要还是把重点放在攻击被贴符的敌人身上即可。被动天赋1的效果是角色处在被鬼差环绕的情况下时，若是触发元素反应，则可以获得受治疗加成提升20%，持续8秒。在战斗时，这个被动天赋是可以有效延长队伍续战力的使用天赋。被动天赋2的效果，则是在七七的普攻或重击命中敌人时，会有50%的几率替敌人上符，持续6秒，冷却时间30秒。被上符后的敌人就像前面 Q 大招提到的机制，只要受到攻击都会替造成伤害的角色回复血量，是七七的重要回血特性。七七的被动天赋3可以用来显示离越地区的特产，也可以用来找七七自己所需要的突破材料琉璃带，十分方便。只是要跋山涉水这点就不是很方便了，不禁想到以前帮七七采琉璃带的那段日子，还真是心有戚戚焉啊。七七以回血作为主要功能，因此可以E和 Q 技能同时升满，或是按照自己当前的奶量需求来做提升。假设回血量已经足够，也就不一定需要点满。而普攻的部分，若是想要走战场输出流的七七，则可以考虑点高。不过玩原神到现在，洛洛也看到不少把七七3招天赋都升满的玩家了，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现在正在看影片的你呢？这里也补充一下关于七七的回复血量技能循环参考。
我们可以先切七七，透过重击触发被动使敌人上浮，这里会有6秒的符咒存在时间。6秒结束后，若是需要全队大奶，则可以开 Q 技能全体敌人上浮，持续15秒的时间。在命中多名敌人的情况下，也可以大量恢复全队血量。而若是要单体小奶，则可以开1技能继续切说角出来，挂着鬼差回血，或是七七普攻恢复全体血量。如果有穿真奶套，想要极大化泡沫的爆炸伤害的话，也可以在充能效率有保证的情况下 ，EQ 技能一起开，接着七七重击狂 A 就可以一直炸泡沫，一直爽。七七的天赋突破材料为周1、4日开放的繁荣系列，以及打丘丘萨满会掉落的绘卷。天赋等级6以上会需要消耗 BOSS 北风狼会掉落的北风之尾，而等级突破素材需要打 BOSS 极冻术取得极寒之核，打丘丘萨满会掉落的绘卷，以及在璃月石壁上可采集的琉璃带。建议可以到华光林那一带的石壁附近往下飞，会找到蛮多的。灵命的七七其实奶量就还算不错，即便天赋或适应物没有到非常完美的情况下，在大世界探索时也十分够用，可以算是萌新之友。也由于七七主要需要点高攻击力，前期还算有一些能够战场输出的空间和时机。洛洛记得当时用了一阵子七七拆丘丘人的家，跑遍蒙德的各个角落，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直到后面开始有更多的功能性辅助角出现后，以及班尼特后期特性崛起后，才开始慢慢的不用七七，直到最近真奶套推出后，才有将七七拿出来玩。一命的效果是让七七的一技能鬼差命中被上浮的敌人时，每次命中可以为七七带来2点的元素能量回复。而虽然鬼差的正转加逆转总共有10下，但最一开始的2下是没有伤害的，因此若全部吃满是回复16点元素能量。不过若是命中多个敌人的话，也可以多次触发，只是鬼差的范围真的太小了，因此实际作用上也不算大。而七七非常缺乏元素能量，加上自己不产元素为例，因此这个命座算是对七七很重要的回能命座。两命的效果是七七在对受到冰元素影响的敌人时，普攻和重击的伤害都能够提高15%，比较偏向是喜欢玩战场输出流的七七需要的命座。不过七七本身的普攻倍率就不高，只有重击伤害还可以用，因此即便拿了2命也不会感受到多明显的增幅。3命和5命分别提升 Q 大招和1技能的天赋等级上限，在原先七七本身奶量就很溢出的情况下，这2个命座的效果也等于无感。但随着真奶套的出现后，溢出的奶量可以转化为输出，那么这2个命座对于七七来说就有用处喽。4命的效果会让受到 Q 大招上浮标记的敌人攻击力下降20%，更加确保队伍角色在场上的生存率。6命的效果则是在释放 Q 大招时，让队伍中倒下的角色全体复活，并且回复血量到50%，冷却时间为15分钟，与芭芭拉的冷却时长一样，只是芭芭拉的是单体复活，七七则是能够全体复活。不过在使用这招前，记得七七不能先死掉哦。七七的命座0命就具备相当足够的功用，1命可以提供七七元素能量回复，也算是关键的命座。再来较为实用的命座就是满命的全体复活了。对于大部分来说，应该0命的七七就足够。若是你有满命的七七的话，我想你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吧。由于七七在这一版本后会有许多人开始转而为副 C 输出型的七七，因此会分为奶妈型和副 C 输出型的七七来推荐适合的武器。不过其实在真奶套还没出来前，七七也是有物理伤害流的玩法，虽然还是比不过物理一解忧啦，不过洛洛还是会放在里面提供给需要的人参考哦。奶妈型的七七主要就是需要元素充能效率，因此最推荐的武器就是4星的祭礼剑。高精炼的祭礼剑可以有80%的几率马上重置1技能的冷却时间，若给1技能冷却时间需要30秒的七七来用的话，可以说是相当划算。若没有祭礼剑的话，也可以使用提供元素充能效率的腐蚀之剑、天空之刃等等。西风剑不太考虑的原因是在于触发被动需要暴击率，但七七其实不太需要叠暴击率，因此也可以先用前面推荐的武器即可。其次可以从奶量的部分考虑，由于七七的回复量是看攻击力，因此也可以提供给七七高白值的攻击力单手剑，或附属性为攻击力趴数的武器，像是敌剑、天幕影打刀、峡里龙吟，或是高白值且被动效果会提升攻击力趴数的视作斩言、仓谷自由之势、灼风之刃、风鹰剑、雾切之回光等等。若是玩真奶套的七七，前面提到的武器也都可以用，就看自己是考虑元素充能效率还是回复量。不过通常玩真奶套的七七就是让奶量越高越好，因此建议也是可以以攻击力高白值的单手剑，或是提升攻击力趴数相关的武器为主。洛洛这边目前就比较喜欢用高精炼的天幕影打刀，附属性提升攻击力趴数外，被动也可以替七七回复元素能量，输出奶量和充能几乎都能兼顾。虽然雾切之回光回的奶量更多，但给七七使用实在太奢侈了。若是要玩物理输出流的，就建议使用附属性增加元素伤害的风鹰剑或是视作斩言。若是玩奶妈型的七七，就建议可以穿少女4件套，或是少女或海染2件加角斗士2件套。若是拿西风剑，在需要暴击率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穿冰套4件。现役物主属性选择的部分，会建议搭配治疗加成或攻击力趴数的理智冠，
元素充能效率或攻击力趴数的十字杀，攻击力趴数的空之杯。附属性的部分则会建议攻击力趴数和元素充能效率为优先。在 2.3 版本的更新后，可以说是让七七溢出的奶量得到用处的真奶套出现了。海染4件套就是当前版本七七的最新潮流圣物套装，各位还不跟上？关于海染套的机制，也可以参考右上方资讯卡查看洛洛先前的影片。真奶套就是设计给像七七和星海这类奶量溢出且可以持续回血的大奶妈，两者都十分合适。差别在于七七的一技能回血机制比较适合给近战角色，而星海的一技能回血范围较广且为群奶。另外，当七七 Q 和一技能同时开搭配七七普攻的时候，回复血量的频率也刚好都可以被存在场上持续3秒的海染泡沫给记录到治疗量。同时，七七在场上输出时，也可以补足大招开完后的真空期。若有一命或是搭配可以产元素为例的队友的话，更可以加速大招的能量回复，从而一直不断的战场又奶又输出。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七七至此也不是就可以作为主 C 的程度。虽然娱乐项的场合还是可以用来当主 C， 但真正的实战环境，七七还是比较适合用来提升作为副 C， 让队伍总体的输出量得到额外不小的提升。圣物主属性选择的部分和前面一样，会建议搭配治疗加成或攻击力趴数的理智罐，元素充能效率或攻击力趴数的十字杀，攻击力趴数的空之杯。附属性的部分则会建议攻击力趴数和元素充能效率优先。毕业面板主要是看你的海染泡沫有没有达到上限，在还没达到上限约29000的数字前，可以主堆攻击力趴数。若大部分都可以达到泡沫爆炸上限的话，则可以开始转换成元素充能的十字杀。另外，这里洛洛也分享一套关于物理流七七的圣物套装。走物理流的七七可以穿染血2件套加苍白2件套。圣物主属性选择的部分，则建议搭配暴力或爆伤的理智罐，攻击力趴数的十字杀，物理伤害或攻击力趴数的空之杯。附属性的部分则会建议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充能效率。物理流由于近乎于主 C 的配置，因此在毕业上会比较难一点。更可能的情况都是拔优拉或雷泽的衣服来穿，而且在开 Q 大招的情况下，伤害量或许真奶套的七七会更胜一筹哦。七七最主要的定位就是队伍中的奶妈，因此在组队思路上，只要有需要奶妈的位置，都可以放七七进来。巨额的奶量可以确保队伍的生存率，并且在遇到流血狗这类的怪物时，即便全队血量告急，只要切七七出来砍，就可以把全队的血量拉回来。而平时也可以挂个一技能，就能确保主 C 的血量。即便没有护盾角的情况，也可以让血量维持在安全范围。如果队伍中主 C 为冰元素角色，想要找第2位冰元素角色凑双冰共鸣增加暴击的话，这时候也可以考虑放入七七，像是神里灵华加行秋加风涌万叶加七七，或是优拉加雷电将军加钟离加七七，该宇加温迪加莫娜加七七也都是可以的。只是由于七七的一技能不产元素为例，因此在技能循环上会相较于迪奥娜再慢一点。若是以雷泽作为主 C 的话，也可以搭配七七作为超导减物抗的另外一名好伙伴。同时，七七的开大技能持续时间也刚好和雷泽的开大持续时间同为15秒，搭配真奶套的泡沫伤害，也让此时的奶量有额外的输出伤害。若是要让七七作为误伤队的主 C 输出的话，则可以考虑优拉物理队的组法，一名雷系工具人提供超导减抗，搭配双冰共鸣的冰系角色和钟离减全抗，就可以组成超导队的七七物理队。谢物的部分一样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来搭，只是物理队是娱乐性玩法，在物理解面前，七七打误伤还是小朋友在旁边玩瞎。不过用来打一些野王或副本也还是蛮好玩的。若是要让七七担任战场输出来玩的话，就要确保队员可以提供元素为例的产出，并且也可以再从双冰共鸣的考虑来放入另外的冰系角色，像是神里灵华、凯亚、罗莎莉亚。而也因为海染套的泡沫可以吃到超导减抗的效果，因此也可以再放入雷元素角色，能加速冲的回复或是能产生元素为例的更好，像是雷电将军、菲希尔、丽莎、北斗等等，大部分的雷系角色都可以。剩下一名则可以再放钟离减抗。但其实七七作为战场输出也还是比较偏娱乐项，真正比七七伤害更漂亮的5星 C 位角色还是有更好的选择。以上就是关于七七这位角色的全分析，提供给要培养七七的肉肉们一些方向。在真奶套的推出后，七七也是相当大的受益者，因此也蛮推荐有七七的话，可以去刷一套真奶套给七七玩玩，会发现更加不同的趣味。若是还有想了解的主题或是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候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鲁洛帮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